为啥结婚？结婚我就穷了。我跟现在绝大部分的90后都差不多，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车，现在就想过这种4大皆空的生活。我有这几十万，我一个人过了，我觉得太快乐了。我为什么要结婚？找个人可以不孤独了，还可以一块挣钱。不是，我感觉你找不到一个让自己能增值的女朋友吧，我觉得都白搭。你像我一个月，如果说我挣2万的话，她挣2000，我还得照顾着她。我感觉现在的女孩基本上会做家务的也不多，我还得做着家务，我还得养着她，我还得照顾她的感受，我还得挣着钱。找对象那不叫找对象，那就找了个爹回去。现在这个社会，结婚的话，可能第一时间谈的并不是感情了，都谈的绝对就是物质条件。我相信绝对会有一部分女孩因为爱情跟你在一起，哪怕是没有房子租房，但是女方的家里人一定不会同意。现在如果找对象的话，你刚开始不以结果为导向的话，你刚开始哪怕再合得来，你谈的时间再长，感情再深，最后我觉得还会谈懵了。结婚结什么婚啊？我告诉你，哪怕你现在是白送我个老婆，我都不要。白送给你都不要，为什么？对啊，你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结婚就意味着带来了高消费。高消费？什么高消费啊？你结婚要不要车？要。你结婚要不要房？要。你结婚要不要给彩礼？那肯定要啊。那这些是不是都是高消费啊？那这些不都是你们男生的责任跟义务吗？什么叫做这是我们男生的责任跟义务啊？是不是？凭什么呀？那我要是不结婚，我是不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这些问题啊？避免这些高消费啊？那你要是不结婚了，你老了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就一个人了呗，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老个人呢？是不是？我想那么多干嘛？是不是？我该吃吃该喝喝，我遇事我又不往心里搁，是不是？我泡着茶看着表，我舒服1秒是1秒，我抽着烟看着天，我能活1天是1天，是不是？我想那么多干嘛啊？我明天事儿我明天再说，这样我就没有烦恼，知道吧？你知道吧？啊，你这现在结婚的成本有多大嘛？啊，少说几十万啊。我结个婚是不是啊？我要买房吧啊，要买车吧啊，要给彩礼吧，这一套下来，哎，好几十万吧。那我只是一个农村的打工人士，我上哪儿掏这么多钱去啊？啊，我是不是得贷款？那我一贷款，我是不是就成为了车奴，成为了风奴，成为了房奴，成为了3姓家奴，是不是啊？你像我今年32岁了，是不是啊？我从高中毕业就出门打工，我现在打10几年工了啊，我存款我也有几十万，是不是啊？我吃利息都够了，我不结婚，我一天吃2顿，我还营养过剩，是不是？我一天20块钱我都花不完，所以说我干嘛要去结婚呢？啊？那你不结婚，你老了之后，没有人给你养老的。还养老？凭什么啊？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谈什么狗屁的养老。那现在养老院里那么多老人，他是没儿还是没女嘛？还养老？你结了婚之后，你下有小上有老啊？你知不知道现在结婚压力有多大啊？一个人上面平均要养30个老人，你凭什么养啊？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谁敢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以后啊一定能给我父母养老了？我告诉你，我佩服他，他是个人才啊！现在啊。老龄化这么严重，你上班平均是3、4个老人，你结婚压力多大？拿什么养？拿你那一个月几个千元工资吗？你自己都养不活，你下面还有儿子，还有媳妇儿，你还有车贷房贷你要养，你凭什么？你拿什么养？你这不是给我扯淡吗？啊，想那么多干嘛？是不是啊？不是我们不想结婚，而是真的是婚姻结婚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小，是不是啊？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结婚呢？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现在这种社会常态，你知道吧？啊，这是一种趋势。知道吧？啊，结婚越来越少是一种趋势，为什么是一种趋势啊？那你不结婚，没有人给你传宗接代啊？传宗接代传什么啊？传我家几个挂牌牌，种什么？种我家几亩良田，传宗接代，传我身上那点车贷、婚贷、房贷啊，这才叫做传宗接代。还没人跟我生孩子，我告诉你啊，自己都养不活，你还想那么多干嘛？那不是我们该想的事情，不是我们不想结婚，而是真的是结不起婚，而且是现在的那个。哎呀，恋爱观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扭曲成这种样子了啊！就好比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一个男人给你花多少钱，就取决于他有多爱你。如果说一个男人不给你花钱，就代表他一定不爱你，这是什么狗屁的逻辑和道理？你的意思是我给你花钱你就爱我，那我不给你花钱你就不爱我？那你是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喜欢我这个钱呢？那我没钱了，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是不是？现在的婚姻全是金钱与利益，没有一点点的爱情。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那些什么街头拥吻的爱人，但是我就羡慕那白发苍苍却依旧牵手的老人。你像我爷爷那一辈，他们结婚的时候半斗米就够了；我父母那一辈结婚的时候半头牛就够了啊！我爸给了我妈200块钱的彩礼啊，就给了200块钱，当天给，明天就退回来。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时候穷，没有钱，那彩礼钱200块钱是东拼西凑借来的。那如果说我妈说这个钱，如果说我拿了之后，是不是那边钱借了，我加到那边去，我是不是要帮着他一起还？那是不是也成为了我们的压力和负担？因为当年完全就是彩礼只是一个形式而已，知道吧？啊，你不像现在的彩礼我都搞不清楚，到底是嫁女儿的还是卖女儿的？开口闭口10几万的彩礼，开口闭口20几万的彩礼，没有彩礼就结不起婚啊？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会
成为现在这样子了你像到了我们这一代结婚，那彩礼真的是压得吃不起，什么车啊、房呀、存款各种都要。我们只是一个底层人士了我们上哪找这么多钱去还不是我们爸妈帮衬吗？那我们爸妈为了帮衬我们上辈子供了我们读书，把我们养育成人，结果我们结婚还要父母压弯了一辈子的腰，掏空所有的积蓄来给我们成个家，还要东拼西凑成为了负债。那你觉得这样的婚姻我要他干嘛了？是不是？结婚那并不是说你父母给你办一场酒席给你买栋房，给你买辆车，这就叫做婚姻，这就叫结婚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与其这样的婚姻，我还不如不婚，知道吧？我自己潇洒一生，是不是？我想干嘛就干嘛，是不是？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不结婚，我只要想今天吃什么，明天喝什么，后天去哪玩。我结了婚之后，我就要考虑我的车贷、我的房贷、我的分贷，是不是？孩子奶粉钱、孩子教育钱、老婆的口红钱、老婆的包包钱、老婆化妆品钱。但是我不结婚，我什么都不需要考虑，人还是量力而行好。你像我现在一个月工资就几千块钱，所以说我结不起婚，那我就不去碰这个婚姻这个点。因为你结了婚之后，你才发现结婚它并不是说车房彩礼，它是柴米油盐，知道吧？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你不结婚一个人的话，你不会羡慕别人？我不会羡慕别人我告诉你，我不羡慕别人有家有他，有人等他回家，但是他们肯定会嫉妒我一个人潇潇洒洒闹闹无牵无挂，知道吧你看到只是表面我不结婚，我不结婚，我自己就过得自由，过得潇洒，是不是我想那么多干嘛？是不是？我明天的事儿我明天再说，这样我就不会有烦恼，我没有烦恼我就能活到老。我想到那么多干嘛？是不是？他们凭什么让我嫉妒，让我羡慕呀我说我明天不上班，我想请假一天，我就赶。他敢吗？我敢1年不上班，2年不上班，5年不上班，他敢吗？他敢1个月不上班，2个月不上班吗？这就叫做生活的压力。现在结婚接的是什么？结婚的接的就是金钱与利益，就是压力。这么大的压力我受不了，既然我受不了，那我就选择单身好了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选择不一样，结果当然不一样呀，是不是？我选择单身，是不是？我觉得一个人好，是不是？那我就选择一个人好。他觉得结婚好，那他就结婚他就过2个人日子，我凭什么去羡慕他？我为什么要去嫉妒他？因为人这一辈子，你羡慕的东西和嫉妒的东西，你是羡慕不完，也嫉妒不完的。兄弟通通兄弟我要是有你这么潇洒的话就好了。莫名其妙。所以说，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那我问你，你结婚了没有？没有啊。对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我为什么要结婚那不就完了吗？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结婚呢？其实说实话，我也不想结呀。原因是啥？因为其实我感觉现在社会压力好大呀，然后又挣不了多少钱，然后养活自己都已经够困难的了，咋结婚呀？虽然说我是个女生但是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换位思考，就如果站在男生的角度，我就觉得天呐，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然后又要养上有老的，你再结个婚，下又有小了，然后自己也养不起，然后老人也养不起，小孩更养不起了，压力好大呀。然后你看现在一说结婚，又要车又要房，天呐，再加上彩礼，这上次我还跟我妈聊呢，我妈还说你这没有一个100万，你根本拿不下这些事儿啊！我天！但是其实现在我感觉咱们普通人都是普通家庭，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经济实力啊。为什么现在的男生都不主动追女生了呀？主动就是舔狗，讲道理就是 PUA， 谈未来就是画大饼，怎么追啊？张口闭口就1.8米，谁配呀？花800请他吃饭，说我抠；花100请兄弟吃饭，叫我爸爸。为什么现在男生宁愿打游戏都不愿意追女生？因为打游戏快乐，追女生不快乐。现在女生都太傲娇了。那如果你的女朋友认为你觉得游戏比她重要怎么办？那就分手，因为游戏的确比她重要。为什么现在的男生就是越来越不爱追女生了呢？可能因为不值得了吗？觉得像以前送个花就觉得很浪漫了，已经现在动不动就得是大牌奢侈品这种。以前过生日都很随意，现在恨不得天天都过情人节。追得慢了，人家嫌你敷衍；追得快了，又觉得你是不是舔狗啊？所以，对，虽然我是女生，但是我觉得现在男生挺难的。现在的女生吧，就是你不找她，她就不找你；你主动，她就陪你聊。然后如果你对她冷淡的话，她也就不愿意去理你了。怎么说呢？其实现在男生也挺累的，说实话。然后我也就
不愿意，也不说不愿意吧，就是懒得去，就感觉挺累的。说实话。哎，你为什么不想谈恋爱呢？哼，首先我长得一般，其次我的钱只够我自己花，最后我喜欢篮球和游戏。我为什么要找一个人来批判我的第一项，分享我的第二项，来抹杀我的第三项？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男生他不爱追女生了？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女孩子哈，就是不是那么的爱她的男朋友，可能就是把他当做一个供养者，一个免费的劳动力，或者说一个情绪的树洞，是劳动院的傻子，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其实现在好多情况都是这样，可能男孩们遇到这种情况，当然就怕了呀，就是怕最后忍着、哄着、疼着，还得安慰着，到最后了一无所有，没有结果，可能就是怕受伤的。晶晶，你看我给你买了最爱喝的奶茶，下午我还订了烤鱼，晚上咱们去逛街。啊，谢谢宝贝。我看你买的啥呀？晶晶，还真是你啊，好巧啊！这谁啊？他就我一个朋友，是吧？好巧啊！拜拜。走啦。羡慕？没有。别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努力挣钱，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行啦，别画大饼了。你是不是还得说以后给我买豪车、买豪宅呢？不是，我认真的。行了行了，快走吧，快走。你说为啥现在男生都不追女生？一个男生要带一个女生去约会的话，那得吃饭、逛街、看电影吧？那整场下来是不是得500块？把他送回家之后，连手可能都牵不到。那你说，如果他拿这500块钱去按摩、喝酒，那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为什么现在男生都不追女生了？我给你看一下男生都是怎么说的啊。恋爱都要男人花钱，成本太高，不花钱追不到，花钱也不一定追到，最后人财两空。你想光头套白狼啊，养活自己都难，买不起房子也买不起车，不好意思让人家跟我一起受苦。挺有担当的。不想做舔狗，两个人有感觉了会相互吸引，谁都不用追谁，自然会在一起。没感觉追也追不到，强扭的瓜不甜嘛，是那么回事啊。中国男人是世界上公认的好男人，但是还是被女人说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哪都不好，何必花钱找气手？中国男人在世界的口碑这么好吗？现在女孩子要求太高了，我是农村家庭，支撑不起那么高昂的费用，直接相个亲，找个能过日子就行了。找个女朋友等于找了个祖宗，谈过几个太难伺候了，放个屁就会错的。拜金女孩太多了，社会风气都被带坏，感觉都是在谈交易，根本就不是谈感情，其实都是毒鸡汤害的。我刚刷到一个博主的视频，他说我们这代人吃到的最大的红利，就是在未婚未育的时候看清了婚姻的本质。然后下面有一条高赞的评论，我也特别的认可。他说最害怕的3件事：一，害怕嫁给像父亲那样的男人，害怕变成像母亲那样，害怕自己的孩子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害怕自己的小孩长大了和现在的自己一样。余华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也非常非常的认可。他说，中国式婚姻爱不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婚结了。过得幸不幸福不重要，有钱没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婚结了。父母催你结婚的意义在于，你只要成家了，他们作为父母的责任就尽完了。这不是爱，这是人性的偏执和自私。评论区有一个阿姨是这样评论的，她说你要明白一个规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观念只有利弊没有对错。你生在你的时代，结婚是利的，但如今结婚弊大于利了，趋利避害是一种本能。你的孩子又不是傻，地上有钱他不会捡吗？你要做的就是顺应时代的变迁，而不是用30年前的钥匙开现在的门。大家都乘高铁了，你还让孩子坐绿皮火车赶时间，真是荒唐。而且谁承担后果，谁才有资格做决策。你无法代替他承担结婚的后果，就没有资格催婚。还有，不要插手你生命长度达不了的未来，你注定会比他走得早，所以不要管那么远。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如果他自己觉得需要跟别人抱团过日子，就算他50、60了，也会去黄昏恋的，用不着你们操心。现在离婚率已经快达到1半了，结婚早就不是必须选项了。与其因为这种被社会规训出来的规则跟自己孩子闹得不愉快，不如好好的相处。人类早晚会死，趁着还活着，好好创造美好的回忆，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毕竟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去尊重他的意愿和决定。我觉得这个阿姨说的话说得非常对，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要对自己小孩的人生有那么强的占有欲，好吗？